但是以这盘棋来说，如果走在这里啊，白棋就可以尖冲在这里。这个尖冲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 AI 非常喜欢用的一个手法。今天讲的这盘棋呢，是1958年的王座特别赛，黑棋呢是吴清源九段，白棋是藤泽鹏哉九段。那藤泽鹏哉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棋手，因为呢在本因坊秀哉退位以后呢，当时的日本陷入一个群龙无首的状态。那在早期的日本，段位制度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九段的意思呢，它就代表神以下最强的人类。那因为10是一个完美的数字嘛，所以人类能够到达最高段位就是9段。那9段在早期呢就只有一个，也就是世界第一人才有资格成为9段，而且甚至有一段时期呢是没有9段的状态。那藤泽鹏哉呢是秀哉退位以后的第一个9段棋手，那吴清源呢成为第二个。所以在当时呢，日本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状态，就是世上有2个9段。那棋迷当然非常好奇啦，2个9段到底谁比较厉害？所以吴清源9段跟藤泽鹏哉9段的对局呢，基本上就是棋迷们最好奇的一件事情。好，那这盘棋呢，藤泽鹏哉9段呢，在续盘阶段就展开了它的其中一个布局特色，就是东坡棋。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以前日本围棋是直黑没有贴目的，那这盘棋是贴5目半，也就是它是布局革命后没多久的一盘对局。那吴清源9段他讲说，下到一开始这个局面的时候呢，他有在想说，藤泽鹏哉会不会又下东坡棋？那在这盘棋之前没有多久呢，藤泽鹏哉也走了一模一样的东坡棋，而且听说走了好几十手。那吴清源当然做了一个准备啊，就是如果他在下东坡棋的话呢，他打算怎么下呢？来摆个他当时的想法，就是如果白棋走这个，黑棋准备外碰，那这个棋呢，它里面就带有一些争子的变化。举个例子，黑的搬，白的搬，黑的退，白的退。然后这里呢，左上跟左下都走成了这个外板定式，然后黑的板。我们现在这个手顺呢，这样子一下右下，一下左上，其实是因为东坡棋的关系。但是局部呢，大概就是走成这样，然后黑的打，然后退。那这里就形成一个很有趣的形状，我们来看一下。好，走到这里的时候，如果白的在模仿，黑的跑，白的跑，黑的一打以后呢，刚好这个地方白的就没有办法再模仿下去了。黑棋的这个天元一子刚好成为呢，同时解消右下角跑争子跟吃掉左上角争子的一个绝好手。所以这个是白棋没有办法无脑一直模仿下去的其中一个变化。那顺便也展示给大家看，破解东坡棋的其中一个策略就是呢，制造出一个交汇在中央的争子。好，那藤泽鹏哉呢就没有这样下，他实战选择下碰，然后吴清源选择的是雪崩型。好，那虽然说雪崩型现在已经越来越少见，但有个很大原因是因为 AI 的发展，那把局部的变化呢研究得越来越透彻。那雪崩型在 AI 出现之前呢，是人类3大难解定式之一，其中呢另外2个是大斜千变跟村正妖刀。那当然啦，在这几个棋型都慢慢呢人们改观，所以就没有下了。这也是变化越来越透彻的原因。可是呢，在早期的时候，研究这3个定式呢，确实对人类对于局部变化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建议你呢，虽然说这些棋型已经被淘汰了，可是去了解这些变化的一些演进呢，对你的棋艺还是有所帮助的。
好，那这个棋形我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雪崩啊，大概分成两个系列，一个是白棋现在直接板的小雪崩，另外一个呢是白棋先退一手，等待黑棋压的时候再板起来的大雪崩。好，那这盘棋比较特别的是，90%以上的时候，白的不是选择小雪崩就是大雪崩，但是呢，藤泽鹏在这盘棋选择下力，这个是一个在当时算是一个有趣的招手，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罕见的招手。可是，在现在来说呢，这个就是白棋局部非常好的一个应对。好，所以藤泽鹏哉呢也算是走在时代的前沿了。好，他走了一个看起来很罕见，但是 AI 非常认可的一步棋。好，那我们看一下，如果对手走小雪崩怎么样？哈，在以前的定式是这样，断打以后立，不管大雪崩还是小雪崩，这个断打在长呢是这个局部棋形的重要手顺。哈，那错误的下法是什么呢？错误的下法就是直接打在这里。那这个就自行解消味道，自己形成一个气很紧贴的形状，然后被白棋板到了这个要点。所以呢，白棋既然板起来，黑棋要利用这个断点跟这个断点来进行追究。好，那走到这个地方，白棋也只能拐出来，避免这两子被吃。接下来这个地方的叫吃真子呢是黑棋必须防的。可是黑棋啊，如果简单的防断，那这里被白棋接上，那角上这两个黑棋就无疾而终。所以黑棋要一边防这个真子，一边要瞄着这个断。局部的最佳找法理论上是长，但是这个长啊，白的在爬的时候有个真子问题。黑棋现在是很想断的，断掉就可以吃到这两子，但是这个真子呢，现在呢这个黑棋必须考虑。好，这样打过来，我们就在斜线一直这样演示过来，哇，刚好闪掉这个小目，所以这个子如果是在心位的话呢，黑棋就可以长，好，白棋是无法争子的。好，那因为这盘棋呢，因为在小目的关系，如果真的走成这样，黑的必须在场，那白的这里一不断，两个黑棋死在里面，这样子实力太大，黑棋就吃亏。所以因此呢，走成这个形状的时候，黑的必须护，然后白的叫吃。这两步棋交换是很巧妙的，因为有了这两步交换呢，黑棋现在这三子已经不会被争子了，所以可以断在这里。好，然后白棋先手提完以后，这里千万别粘，打在这里双打，黑的无法提啊，只能跑出，然后白的提掉，黑的提掉。好，这个是一个双方各占一方的，怎么说呢？在以前是定时。那吴清源其实在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些别的想法，不过在未来的棋局里面呢，我们可以再讲更多关于雪崩型啊。这一盘棋呢，我们就只讲小雪崩的基本变化。好，那实战当中藤泽鹏哉立下来，这个长是必然哈，白的拐，黑的长，然后白的爬一下再跳出。好，那这个棋形呢，跟另外一个定时是有类似之处，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形状比较简单，就是粘在这，然后黑的也是长，白的扳，好，再爬一下以后跳出。这两图有几个细致的差别。首先第一个，如果说选择下力的时候，这个地方白的只需要拐一下啊，因为这里已经有一子了，所以不需要再爬一下。但是呢，它的缺点就是这里无法直接跳出，必须多爬一个才能跳。所以白棋到底要选哪一个呢？就是看你重视上边还是左边。如果说左边比较重要的时候呢，对于白棋来说，白棋当然不希望在这里一直连爬。如果上边比较重要的时候呢，白的当然不希望在二路一直连爬。好，所以这盘棋来说，因为上边看起来发展力对黑棋来说是很好的，所以白棋每在这个地方多爬一下，感觉起来都是帮黑棋的忙。所以因此藤泽鹏哉选择下力，这个地方只拐了一下，然后呢就从左边跳出。好，那这个地方是一个布局的转折点。从视觉效果来讲呢，现在右边还有上边还有下边都是局面的大场，好，都是局面的大场。那右下角的地角当然也非常的大，但是从眼睛看来就是这几个地方很空旷。可是实际上吴清源选择是这个飞，这个是我们把它叫做布局阶段的天王山。天王山呢是一个要点的意思，好，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战略的必争之处。好，那为什么这个点这么重要呢？甚至呢大过于一般我们所说的大场。好，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白的贴起，黑的只能板，
白的搬，黑的如果连搬的话，白的就断打一下退。好，这边交换完以后呢，白棋的右边这个地方的模样呢就几乎成空。那至于黑棋上边的模样呢，因为有这个断的这一子的关系呢，非常非常难为。如果较吃的话，被先手较吃一下，哇，这个是有点受不了的。那如果不想要被取得这个先手力，大致上只能推在这里。那日后白棋从这边侵入的时候，不管是这一个或者这一个，好，从这一带侵入的时候，二路漏风，然后这个子又有一些活力。好，所谓的活力就不见得是直接跑，是这边如果有棋子的时候呢，都会形成一些接应，对吧？好，也就是这边有一些隐藏的先手力，可以帮助这上边的侵入。对黑棋来说呢，是非常非常麻烦的。因为毕竟右边已经让白棋成空了，如果上边呢又被白棋简单清消的话呢，那这样子很有可能局面就失衡了。好，当然并不是说黑棋这样下不行，因为毕竟右下角这个很大，但是呢，吴轩轅的意思是说这步飞啊是一个局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好，那事实上呢 AI 也非常认可哈，就是黑的只要占据别的大场，白棋呢事实上就应该马上贴起。好，那当然走了这个藤泽朋哉呢就必须要占其他的大场。那现在局面呢正常来说呢是挂角。好，那挂角也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好点了啊。但是以这盘棋来说呢，如果这样走的话呢，黑棋选择夹攻啊，这个是连拆带夹，是一个一石二鸟的好棋。那加上左边我们刚刚说这个黑棋形成这个外势啊，我们从视觉上就可以感觉出来，黑棋是发展是有配合性的。好，当然这步棋本身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对于人类来说啊，就是如果看到对方有这么好的配合的时候呢，就比较需要动脑筋哈，也困难一些。所以藤泽朋哉实战选择是一个比较均衡的下法，就是允许黑棋在右下角有效率的地角，但是呢白棋把重点摆在清消黑棋这个模样。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好棋。那下一步棋比较困难一点，因为正确的找法应该是说大的棋是很多的哈。第一个以局部来说，这个地角呢挂过来是很大的。再来以右下角来说，用地角为中心拆边，大概是这附近。好，但是呢这非要拆到哪是需要讲究的。然后第三个就是上边，这里既然已经花那么多棋子，花一步棋把它围起来也是很重要。那其中呢，这个下边是双方的交界之处，那双方的消长之处呢，一般会比我们想象中来的更大。那上边呢是黑棋连片的地方，那到底是连片比较大还是双方消长比较大呢？这个就是视局面而定。那如果黑棋这一边已经有挡住的话呢，我相信上边连片的价值呢会更有魅力一些。但是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白棋已经预先立在二路，就是希望能够间接的减少黑棋上方的潜力。所以呢，吴清源呢做了判断以后呢，他决定拆在下边。好，那这个地方有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吴清源在说这个下方大场的时候呢，他讲了一个我觉得带有这个 AI 味道的一步棋。他说从这个局部来说啊，其实可以考虑再多进一路。因为呢，刚刚已经讲到这个左下角一间高地，这个后门呢是它的其中一个弱点，所以呢，我们盯着对方的弱点呢是好的思维，所以呢，从感情上是想要多进一路的。但是以这盘棋来说，如果走在这里啊，白棋就可以尖冲在这里。这个尖冲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 AI 非常喜欢用的一个手法啊？面对三线的棋子，他很喜欢尖冲。那吴老师说呢，这个尖冲一来啊，基本上这个黑棋的模样就不太容易围起来了，所以呢不是一个太好的结果哈。对于黑棋来说，被这个尖冲呢，他觉得很难办，所以他实战考虑了一下，决定退在这里，好，走在这里。好，同样是被尖冲呢，现在我多靠近这边一路呢，黑棋往中央去的时候，这个效率就会稍微高一点。所以从棋形上来说，如果不看上半边，他觉得可能要考虑多进一路，但是如果考虑全局呢，他决定牺牲一点局部的利益，好，退后一路。好，那藤泽朋哉呢就考虑如何清消上方。好，上边呢其实有几个找点，那其中我也学到了一些观念哈，就是首先第一个跟刚刚左下角一样，这个挂角是攻击右上角局部比较好的一点。但是呢，这盘棋我们需要考虑的，除了这步棋以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地方黑棋的外势。好，如果呢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消减这个外势的话呢，那黑棋呢在上边就会有一些潜力，对吧？所以
吴老师说这个白棋可以考虑的第一个，如果要消解它的外势呢，大概是从这边分割，好，这是一个左右都有退路的好棋。那再来呢，就是走在这里，那最后就是实战的这个挂角。好，那先从这边开始看好了。如果走这边的时候呢，黑棋就已经面临选择了。好，如果选错边的话呢，局面就会开始有点不太好下。好，如果说你重视地的话，应该是下左上角。但是白棋从这边一来，一方面自己安定，这里可以连接，再来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外势，现在面临了要被攻击的窘境啊。好，这个地方有个点方，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看这个断点的要害。好，这两个点一来呢，这整块棋啊，甚至连根据地都要受到威胁。好，所以呢，黑棋必须要走在这里。那白棋呢，这里没有足够拆二的手段哈，如果要拆只能拆一。好，那黑棋就有这个飞下，那这样子呢，白棋整块棋还要受攻，所以白棋或许会追求一点，它可能会飞在这里。好，那这个时候呢，吴清源呢准备从这里反击，尖一个，然后搬下去，然后白的如果断的时候，黑的就这里度过。那如此一来，角上这两个只被断开，只能做活哈。那个局部就是尖一个爬进去啊，可以做活，但是黑棋这个板年或者板虎是先手，然后从中央出头。那吴清源的判断呢是，虽然说角上的地被破掉，但是呢右边这个拆二跟中央这几个子现在就比较薄弱了。他觉得对于黑棋来说局面是可以的。那事实上呢这一图白棋也没有不好啊，但是呢考虑到当时的贴目只有5目半啊哈。这盘棋如果说是现今规则7目半的话呢，其实白棋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是贴5目半的话呢，其实黑棋就局面不错。好，也就是说这个局面不管是5目半或者7目半，它就是一个双方势均力敌的局面，很有可能优劣是取自于看规则是用哪一个。但是吴清源认为黑棋好，我就觉得有点恐怖的是，事实上是以贴5目半来说，黑棋确实是稍好。但是呢，他摆出这一图以后认为黑棋好呢，是说明他的局面判断能力已经有，就是跟 AI 差不多嘛，好像是这种感觉哦。事实上黑棋就是好一点点。好，那如果呢，白棋没有这么下，白棋他选择靠近一点，然后黑的依然是逼住这边，白的飞过来。好，跟刚刚相比呢，这个子靠近角上一点，这个黑棋这个尖的手段就没有办法直接切断了。但是吴清源的意思是我依然是给他封住，然后选择这个连扳的手段。那这一图很有意思，他认为黑棋局面广阔。那事实上如果白棋这样走呢，这个一图这个电脑也是完全认可的，就是黑棋局面优势啊，局面大好。所以实战当中呢，藤泽鹏呢走在这边，然后吴清源夹过来。好，那这一步棋跟刚刚2步棋的本质上最大的差别就是呢，这里的要害是点在这个小目的位置，好，这个子起到了支援的作用。好，但是如果马上点的话呢，这个局部的变化大致上是走成这个样子。好，这很像辛未进3-3定时，那黑棋可以冲一下，然后单扳在2路。好，这是这个局部棋形定型的一个小技巧。如果白的挡，黑的断在这里，然后拐打在外面，那走成这个样子啊，黑棋局面的潜力呢是优于白棋角上的实力。好，所以呢对于白棋来说呢，白棋可以度过，但是实际上要考虑一下，实战当中藤泽鹏呢选择是先跳出来。好，这步棋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硬了，我再来破这个空。好，注意哦，如果跳了以后，这个地方的联络用小尖的会比较稳妥一点，因为这个地方黑棋有一次断2个地方的要害，好，所以白棋要弄松，好，走在这里。好，那走成这个样子呢，白棋就比刚刚好一些，所以吴清源呢他就尖顶在这里。好，这个就是一个讨价还价吧，如果你立下我再跳。好，有了这2步棋交换以后，把黑棋生出这个挖断的后继手段，所以藤泽鹏在扳了一下，这是一个抢先手的一个手法。好，下一手棋藤泽鹏在打入。好，很有意思的是右上角啊，我用了电脑演示，我发现呢基本上2个人的看法跟实战的进行呢跟电脑呢如出一辙，有点恐怖。2位高手呢很难想象是几十年前的人类所下出来的。好，这个打入啊其实让黑棋非常麻烦，因为
首先第一个，这个角上黑棋留有一些不干不净的味道。然后第二个，这步棋你局部光是要吃，你要守3个弱点。第一个是2路这里有跳过去，第二个这个2路有个脱碰，第三个白棋中央呢还可以出头。所以对于黑棋来说呢，如果你要吃住它，要一次防3个地方，那太累了。那第4个，这个也是很多即位的棋手忽略的就是你可能会在前一步棋的时候觉得这个地方是黑棋的模样，所以白棋丢进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子呢是很弱的。但是这个强弱的判断呢，就是中盘战斗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实力的指标啊。事实上，这个黑棋它的出路呢，搞不好没有白棋这个来得多。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断打，还有一个断打，可以从上面打过，这个是黑棋的其中的退路。那第二个退路就是中央，但是黑棋这个子呢，反而没有机会跟这边连接，所以这个黑棋的退路反而比这个白棋来得少。那另一方面呢，实际上呢，白棋随时可以利用这个先手教吃，阻止黑棋从这边度过。好，如果你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黑棋现阶段说不定比这个白棋来得弱。所以吴清源呢，他看了一下以后呢，他认为这个局部没有好的应手，所以决定先手拔。那这是一个非常雄大的一个构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局部如果让白棋先下，白棋假设这样子正过来，黑棋就简单弃子就好。因为反正呢，他把它包围以后，我们还可以从2路打过嘛。那就算白棋呢把这个交换掉，再回来吃黑的这个先手教吃，打白子以后呢，其实右上角就得到巩固。那这个地方呢，白棋其实吃的也没有想象中来得大。但是重点是黑棋取得先手这里刺了一下，然后在别的地方又可以连续布局所以呢，吴清源呢在这个地方呢，他就觉得我应该先视情况而定，他就在这边先定型。好，那这个局部是一个先手，那其中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要领是如果先冲一下再夹的话呢，会让这4个子气变得比较紧贴，所以是一个俗手。所以单碰，那如果白的立下，那这个冲跟挡交换呢就不需要做。那白棋不愿意，白棋觉得既然你想占我便宜，那我黏住。那这一步棋他就很倔强，我一样要贴住你的气。好，然后呢，接着吴清源就走到了下边的大场。好，布局至此呢，其实白棋跟黑棋呢都可行，尤其是黑棋只贴5目半的话呢，其实黑棋也可下。好，那这个挖呢是这个棋形的一个后继手段，也就是说，藤泽鹏他觉得这个局部你碰一下，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占了便宜，但是呢，我现在呢就要来追究你这步棋的交换。好，那这里要很小心了，如果黑棋随意的从这里叫吃，然后从后面推，这是一个侧后推的俗手，那这步棋就显得很没有用处所以呢，黑棋会很想打在这边，但是偏偏这里一打，会生出2个非常致命的弱点，一个是这里冲出来，一个是这里断掉，所以黑棋呢无法这样子抵抗，就只能按照实战这样子退，然后白棋再继续冲。好，要注意这个团跟挡的交换呢是不要随便下的，因为白棋还有可能从这里搬出来，所以保留这个变化。黑的这个板是这盘棋第一个问题手，应该是说这个一板下去以后呢，黑棋的局面就变得有点不太好了。但是从结果来说呢，就是因为这个板这盘棋变得比较好看所以很有意思。好，实战当中呢，这个藤泽鹏哉呢，看你这个板，我当然想断，但是这个时候我需要做个准备工作，就是先团这个。刚刚说这个团不要下，对不对？但是为什么现在要下？因为现在呢方针已定，就是我要断这里，这个地方呢变得没那么重要。白棋反而呢不想要让黑棋生出太多先手，所以粘在这里，把这整块棋的气先加强。黑棋挡完以后断在这里，好，所以局面进入一个激战的状态。黑棋现在要处理这个子，假设呢简单这样弃掉呢，哇，这个一路之差就差别很大，损失惨重，黑棋局面马上就不行了。所以黑棋无奈只能藏出来，然后白棋从这里藏出来。好，那这块一藏这2个子第一个要跑，再来就是上边的这一块，刚刚说是外势的棋子，现在开始越来越薄弱，然后再加上这里还有一个子我们还没有交代嘛，所以黑棋其实下到这里呢，局面是不太好的。可是吴清源在这种地方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他有非常多的腾挪交换的
思维在里面，所以如果对手一不小心呢，就有可能呢被黑棋脱身。实战当中呢，吴清源在想这2个子到底要怎么跑啊？大概有几个下法。如果是尖的话，这个速度是比较慢的啊。如果可以的话，是希望像实战这样飞出来。但是这个飞啊，这个是没有连好的啊。白棋有这个冲，还有这个跨，那这个地方呢，因为黑棋争子不利，所以呢，这个飞出来呢是有可能被断掉的。但是为什么吴清源他还是飞呢？因为他说了几件事情。首先第一个，如果这个刺完以后再飞，这个连接上虽然是没什么问题，但是这2步棋呢，帮白棋加强这个角上，这个角上是有很多可以利用的味道。如果现在就把它交换掉呢，他觉得不愿意啊。毕竟这一步棋黑棋啊，只是为了联络，本身呢是没有目数价值的，所以他不愿意呢去牺牲目数来换得呢暂时的联络，所以他省去这个交换直接飞。但是呢，没有做这个交换呢，白棋就有可能来切断它。好，那在切断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局部的另外一个变化。如果白棋要攻击，可以利用这个经典的依靠攻击。啊，那吴清源的看法是，他会先取得利益，然后等到这个白棋来封锁的时候呢，黑棋再从这里冲出来。那他的判断是觉得，虽然左边这个地方会被白棋取得利益，但是中央呢，黑棋也取得一些战果啊，他觉得这样子黑棋可行。那事实上呢，吴清源有点乐观啊，就是这一图其实白棋还是不错的。那另外呢，白棋还有别的下法，就是这个地方可以直接跨出来啊，那这个是比刚刚断掉呢是更好的手筋啊。那总之呢，这个局面黑棋不好的原因是因为刚刚犯了一些错误，所以也没办法。吴清源的摆的变化图呢，已经是局面不利之下呢，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下法哈，所以他还是相当强的。那实战当中，藤泽朋哉的风格呢，就是比较暴力型啊，就是你没有连好我就直接来，这个是藤泽朋哉的一贯作风。但是吴清源的风格是完全相反的，是跟燕子一样啊，非常轻灵。他说呢，等到对方确定要来冲了，我再来刺。好，这个时候呢，这个交换就没有那么损了，因为白的也做了一个冲跟挡的交换，让自己外面的棋子气变得紧贴。所以如果你也自己愿意受伤的话呢，那我就愿意牺牲一点啊，做这个交换。所以藤泽朋哉也不愿意，他就反击了。然后吴清源呢，牺牲这2个子的味道，在左下角取利。那下一步棋呢，是这个吴清源第二个失误，就是断在这里。实际上他应该拐一个，然后再从这里出头。那瞄着这个地方的度过跟这个地方的断打，好，这个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下法。但是吴清源呢，可能太过于执着于要取长这2个子的损失，所以断在这里。但是这一步棋被白棋这样一贴啊，其实这2个子是非常难处理的。实战当中呢，黑棋要防这个争子的变化，然后呢又不能被白棋简单的在左边呢把控。好，实战黑棋这里搬跑出来这步棋呢，一方面呢防止这个争子，另一方面呢在左边白棋的阵地之内呢留下一些余位。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一个手顺。那白棋在这里也要很小心，因为呢如果你不小心呢打在这个地方，虽然可以利用争子吃掉这一子，但是被黑棋这里一断，那中央因为有这个较吃的先手，所以白棋冲不出来。那如果冲不出来的话呢，黑棋在右边就形成一个不错的模样。那这个模样虽然不见得能够跟白棋左边抗衡，但是至少呢这盘棋呢还有一些可以想象的空间。那实战当中藤泽朋哉也非常倔强，他打在这里，然后呢接下来吃在这里。好，那这个手顺它的意思就是我重视这2个子的气，等一下你断我的时候呢，我要冲出来。好，实战黑的就断了，然后白的先手先挡一下，以后再从这里冲出。好，黑的立一下，然后挡住。好，这个不挡也没棋下。好，那下一步棋呢就已经进入到局面呢最复杂的地方呢，左边呢变化非常的复杂，这个复杂程度呢堪比发扬论，就是那种死活的经典哈。那由于呢光这个局部的变化呢就可能超过我们刚刚这盘棋到目前为止的变化，所以呢我在下一集当中呢就这个局部的变化呢，我们来解释一下到底吴清源跟藤泽朋哉呢展现出多么可怕的计算能力。